看来这醉梦谷不仅会让人功法尽失，还会使人陷入一种莫名的昏沉状态。我以为这牢内就我一人。你应该中了毒，无法运用内力吧？不然，你早就该察觉到我的存在了。是，我中了毒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晚辈苏沐雨。苏沐雨，倒是一个挺好听的名字。敢问前辈怎么称呼？我姓卓。卓？你为什么会被关在这里？有人想利用我，有人想杀我，有人想救我，最后我就进了这里。都是别人想，那你想什么？远，活下去，等你长大后成为剑仙，重振我们无剑城。爹，自己小心。爹，爹，我想求一个答案，什么答案？一个我必须要知道的答案。既然如此必须，为何拖了这么多年，还是没有找到呢？因为当我知道这个答案之后，我必须要做一件事情。曾经的我还做不到，你用了“曾经”二字，相信很快就能实现了。首先，你得从这里出去。据说影宗的监狱，只见人死，未见人生。我的朋友会救我。一个暗河中人，居然用朋友称呼另一个人，你还真是有些特别。若他一直不来救你呢？那便趁此机会多休息休息。你好像对我没有戒心，什么话都愿意跟我讲。因为前辈，你姓卓，只因一个姓氏。是因为我的父亲便是姓卓。果然是你，阿爹。远，再次见到我，你好像并不惊讶。醉梦谷，如醉如梦。我早就想到了，可即便这一切都是幻觉，我还是忍不住想和阿爹多说两句。孩子，这些年你辛苦了。阿爹，我会找到当年无间城灭城的幕后黑手，亦会重拾属于我们无间城的荣誉。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一个人走到今日，应当很不容易吧？也不全是一个人。这些年，有我的朋友陪伴着我。这醉梦谷发作的更厉害了。他入天启城，
何发生正面的冲突？为何突然改变主意了呢？这隐域之中，怎么空无一人？哼，曾经的影宗是天启城的影子守护者，可当光明最盛，连黑夜都能被照亮的时候，也就不需要什么影子了。如今的琅琊王掌控着守护天启、守护北离的权利，那么影宗这里，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必要收押犯人，甚至有的犯人刚到这里没多久，便被琅琊王给提走了。难怪义卜这么想杀死琅琊王。哼，中了醉梦蛊还能说话？这醉梦蛊不比一般的毒药。这几个时辰，我已经试图运起真气，突破体内那道枷锁，可是到现在，依旧只能勉强说话罢了。哼，那是自然，这可是我最得意的东西了。三关之中，你最为特别。除了水关之外，你可还有别的身份？我叫苏恨水，我想为自己而活，而不是端坐在神殿上的一座雕像，一柄别人手中的刀。我明白了。什么人？不愧为暗河的大家长，居然能瞬间察觉到我的到来。你是谁？影宗，乌鸦。知道大家长入了皇城，特来一见。苏沐雨呢？他约我在此相候，为什么他人却不在这里？你想见苏沐雨？当然，他是暗河苏家家主，是我苏长河一生最好的朋友。就算我失去这个大家长之位，我也不允许他受到一点点伤害。你们若是敢对他做什么，我一定跟你们拼到底。哼，大家长不必如此紧张。苏沐雨现如今正在影宗宗门做客，一切无恙。只是什么？好可怕的杀气！说话！只是什么？只是从客人变成主人，或者从客人变成犯人，一切都由大家长的诚意决定。我的诚意？想试探我的诚意，是一件很没有诚意的事情，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我们一直所做的，不就是世间最危险的事吗？哈哈，这句话说的倒是不错，我都有点开始欣赏你了。说吧，需要我们做什么？我们要大家长取下琅琊王的人头。什么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暗河不是什么人都能杀吗？那我就将这世上最难杀之人放在你面前，你不用这么着急给我答复，想清楚点。在什么？你说你要是一转头，你整个头颅会不会滑下来？真是个好名字啊！你母亲在起名字这方面确实有天分。比如，狗东西。是啊，比如狗东西。原来他说的是真的。有没有受伤啊？苏哲，你竟敢与外族之人通婚！死有人子！违背族规，你和这个孽种都该死！批发，整个暗河都开始霸道杀大家长了，
你跟我这个讲屁的祖鬼！老子在外面找了个漂亮女人成亲，生了个宝贝女儿，你就在这个喊我坏了祖鬼。那你呢？霸道杀大家长，不给你个凌迟处死都亏了。你，哼！吴越啊，我没想到在这个碰到我的女儿，帮我忙。我想跟我的女儿讲句话，不想挨你打搅了。明白了。真是意外的重逢啊！哎，要是站在这刻的是你的母亲就好了。女儿就不行了吗？女也好，要是老婆的话就更好了。老婆再好，你不还是一次都没有回来？我不回来那是为了你们好。我看过大家长的记忆了，他明明给了你自由。是啊，他撮合了我魁的身份，给了我自由。我满心欣喜地去了文家，但你的母亲还是患上了不治之症。你那个外公把我赶了出来，他跟我讲，我要是再靠近文家，靠近你一步，他就杀了我。当然，我是不怕他的，但是我后来想了想，我要是留到你的身边，确实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危险。东西，喂，狗东西是你母亲喊的，你啷子也要喊我声爹嘛？狗爹！啊，得，哎，狗爹也是爹。你还杀我不？哎呦，这不就是一场误会吗？你看，现在误会解开了。哪个再敢靠近我女儿一步，立判身死！哲叔啊，你这变脸的速度也太快了。都是自家兄弟，讲什么见外的话？少主，他们两人似乎准备联手。既然他们苏家要打，我们便同他们打。难道我们还怕了他们不成？那苏哲可是当年苏家第一高手。我家那个小术士有句话你讲错了。什么话？我现在还是苏家最强的。这是什么邪术？穆家的鬼虚阵法，小心！魑魅魍魉，也敢在我降魔法掌面前放肆！针还没起，就挨我破了。哲叔，当年我们共抗魔教的时候，怎么没发现你有这么厉害？那个在我女面前肯定要卖力点了嘛，对付那些魔教又不给银子，差不多就得了。哲叔还是留手了。哎呀，那两个小子还是有点本事的，给他们跑了。那我们接下来，你们父女二人重逢，我是不是应该先避开会儿？不必，你就站在这儿吧，不然更尴尬。这个危难之际，父女重逢，这种感应的情形，你就是我也没是好适应啊。那便边走边聊吧，时间紧迫，得快些回到筑巢中。好。嗯。这个苏哲实力未免也太过恐怖了。毕竟，他曾经是离大家长之外只有一步之遥的男人呢。回去我就要将此事禀报给父亲。这次，我们不仅要杀了大家长，就连苏家也要连根拔起。没错，你说的没错啊。可是，想要家主下定决心跟苏家的人死战到底，似乎还缺了一个契机。什么契机？你的死。
如今，朱朝的机关阵法皆破，就连玉帝的蛛网也破了，只能靠大家来死守了。好，诸位辛苦了。苏哲，头儿，你叛了？对你们的头这么不自信，你们还在这里守护，我却率先叛了。头儿，我们当年加入朱影是何等的荣耀，可现在却被自家族人一路追杀，倒像是罪人一样。错的是他们，不是你们。哲叔是来帮助我们的，作为上一任魁，他愿意站在我们这边。哎，你这个臭小子，又给老子乱扣脖子！哎，不过嘛，肃清暗河内乱，是来吾辈之责。前辈，神已经找到能够医治大家长的方法。既如此啊，快请神医一试啊！但这个方法我用不了。为何呀？因为用了，我会死。那不行，神医是只能你死啊，还是可以换一个人死啊？你母亲死后，我又偷偷去过几次温家，发现你不见了。没想到你竟然是去药王谷学了医。你回了我们温家那么多次，一次也没有与阿娘相见吗？不，在她临走前的那一晚，我还是见到她了。什么？那天你外公终于不再拦我，把我带到他的身边。他是在我的怀里死去的。那时你还小，就睡在旁边的小床上，很安稳，一夜都没有醒来。但是我外公的口中，你却是个薄情寡义之人，欺骗了我阿娘的感情。这个糟老头子！但是在我阿娘口中，你却不是这样的，所以我就想找到你，亲口问问。那时候年轻，只要觉得喜欢，便大过一切。以我的能力，定能对抗暗河的规矩。我原本打到他们都快同意了，可是当他们听说那姑娘是温家的千金，就连大家长都不愿帮我了。哎，还是不行啊！狗弟，你会跟我一起走吗？自然是，女儿到哪我到哪，女儿指东我不往西啊。那这样就不算违背了你们暗河的规矩。现在世道这么乱，大家都不讲规矩，那就各凭本事喽。好，那等我治好了大家长，你就和我一起去南边。好是好，可是为什么呀？女儿啊，你这么尽心尽力的要救活大家长，是不是看上苏沐雨那小子了？都说沐雨是暗河100年来的第一美男子，看来所言非虚啊。不过，看上暗河的男人，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。不是我说狗爹，你怎么连自己都骂？那什么原因啊？那自然是因为给钱啦。哎呀，你怎么跟你母亲一样啊？这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好吗？不过，我们还是要等到医治好大家长再走，不然之前的努力不就全都打水漂了吗？
而且，暗河既然受了我们这次恩情，总不至于还拦着我们，不让我们家人团聚了吧？头儿，我们当年加入朱营是何等的荣耀，可现在却被自家族人一路追杀，倒像是罪人一样。是我的原则，让追随我的这些人，成为了被家族抛弃，在暗河中无可依附的亡魂吗？魁大人，刺蛇，打扰魁大人独处了。神医和哲叔在谈事，让我先把伤药送来。刺蛇，先别着急离开。魁大人还有别的吩咐吗？你入朱营的时间，应该是所有人里最短的吧？嗯。上一任四蛇1年前突然重病离世，魁大人便在众多人之中选择了我。是啊，当初若我没有选择你，你如今也不会被卷入这场纷争之中。是我拖累了你。魁大人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问。我们暗河是坏人吗？收钱杀人，不问因果，世人闻我们之名如见恶鬼。江湖朝堂，有多少人与我们结怨，也有多少人想将我们诛之而后快。我们是坏人吗？我们当然是。可谁生来就愿意当坏人呢？我生在暗河穆家，自有记忆开始，便在学习如何杀人。从我们出生起，我们都是别无选择之人。我以为加入朱营，不过是这段噩梦的延续，直到遇见了魁大人。您是我在暗河中遇见的第一个心存善念、心中仍留有阳光的人。是您告诉我们，加入朱营，可以不再是杀戮的道，而是守护的道。那么我愿意，为了守护而死。多谢你们。但我守护的是魁大人，不是大家长。我想陈龙他们也一样，没有人生来就想当坏人，即便后来成为了坏人。心中所喜欢、所向往的，也仍旧是善良的人。魁大人，若暗河是永无止境的黑夜，那么你便是我遇见的第一束阳光。魁大人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请执绵龙剑，继大家长之位。请执绵龙剑，继大家长之位。魁大人，执绵龙剑，继大家长之位。诸位请起。我答应你们，等此件事了，一定带你们回家，荣耀且自由的回家。
家主。家主，繁花师兄在夺取绵龙剑的过程中被苏家所杀，这些日子负责经营他的荆轲师兄也遭人暗算，尸骨无存。繁花，你身体不好，不能饮酒，只能饮茶。你还说饮茶能让你延年益寿，我也曾跟你说过。我们做刺客的，刀口舔血，能尽兴一日，便是一日。家主节哀。血气刀的徒弟呢？谢不谢败于苏沐雨之手，随后下落不明。下落不明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谢不谢他叛逃了？弟子不敢。暗河就没有下落不明一说。他既然不辞而别，那就是叛逃。派2个人去寻他，另外传信给谢奇刀，让他来救萧城。奇刀说，我之前有寻过他，但是被他给赶了出来。万事皆要付出代价。既然他想护着他的徒弟，那么他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。暗河本就不是什么江湖门派，由不得他闭关练刀。那现在，谁让你起来的？跪着，连跪3日！家主。谁杀的？苏家，苏哲。若是他的金环，确实会有这样的伤害。苏家竟然派出了这个怪物，他们都是站在大家长一边的。应当不是。原本他出现也是为了杀死药王谷的神医，可不知为何，他突然动手杀了我们的人。我拼死一搏，才夺回少主的尸体。都起来吧！暗河中人朝生暮死本就是常态，即便死的是我的儿子，大家也不需要悲伤。什么人？死灭关？死灭关里锁着的是那个疯子。家主，万不可打开此关，太危险了。死灭关一直由提魂殿看管，为何会出现在此处？是我向提魂殿请的。他们既然愿意给，就说明提魂殿的心是向着穆家的。
长河呀，长河，你还真是要么不动手，动手就能让暗河风雨飘摇。老爷子，你就别嘲笑我了。你看我被木子哲打成了这副惨样，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？谢繁花死了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嗨，是我杀的。谢繁花那家伙本来就是个半死不活的样，谢家那帮人早就盼着他死呢。他不死，年轻的那几个人也不好冒头啊。谢繁花若身体无恙，定是谢家下一任家主的不二人选。你杀了他，算你功劳一件。但慕白，你不该杀呀！什么？慕白也死了？谁杀的？你不知道吗？苏哲，谁派去的？完蛋！哲叔这家伙平日里不是最爱偷懒吗？怎么这次这么激情？他杀了慕白，那我再和木子哲碰见，他不得扒了我的皮啊？木子哲就是个疯子。如今你杀了他的儿子，不是扒了你的皮，是要扒了整个苏家人的皮。过往100来年，暗河不是没有内斗，但3家鼎立的格局从未改变。这一次，怕是不一样了。老爷子，这真不怪我，这是哲叔自己干的。我让他去杀药王谷的神医，我没让他杀慕白。罢了，剑出不能回鞘。既然如此，索性就让整个暗河都姓苏。家主雄才伟略，我苏昌河誓死追随。你誓死追随，那苏哲呢？哲叔又怎么了？老爷子怕木子哲报复，方才已派出了一批人马前去支援苏哲，但是他们发现苏哲并没有和苏沐雨动手，而是选择和苏沐雨还有那个药王谷神医同行，返回了株洲。难不成苏沐雨说动了哲叔？师父，方才不谢回来了。哦，他回来了，任务完成了。他没有说任务的事，只是留下了这个。他和苏沐雨对战了，这便是他寻到的第8刀。不屑说，这个还不是真正的第8刀，他还需要几年时间去游历，等找到答案之后再回来。他疯了！暗河之人入江湖游历，逾10日不归，提魂殿追杀他的手术便会毫不犹豫地发下去啊！那便是第2件事了。家主来信了。信上说了什么？他们那些废话，我懒得看，你直接说了便是。家主说，谢不谢罔顾任务，私离暗河是死罪，但只要师父你愿意出山，前往九霄城助谢家一臂之力，那他们就会向提魂殿求一道手书，赦免不谢的死罪。
这个谢霸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呢。喝药了？喂我？你怎么？伤人者为被伤者一点药怎么了？没讹上你一辈子就算不错了。好体贴的小郎君啊！你这么拖着我，不是什么好办法。你的伤迟早会好，而我迟早会去找大家长，为唐二老爷报仇。好苦的药啊！那便等我伤好那日再说吧。毕竟堂堂玄武使，总要先还债，再报仇吧。你们守住门口，其他人跟我们进去。不好，中计了！钟大人，多谢了。太子殿下，任大人，这是下官妻妾的账本，难道太子殿下和任大人对此也感兴趣？太子殿下如若不信的话，可以亲自查阅。文叔，你来看看。把钟离文拿下，锁带上。是。太子殿下，你不能抓我，我是穆天府的敷衍，放开我，都给我放开，放开我，我是穆天府的敷衍。钟离文，你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哼，是陈玉同僚的赈灾文书，你弄来这个是想说明什么？太子殿下，这文书上的薛字和这账本上的翠字笔法一模一样，强笔拖了鼠尾，行笔又操之过急，还有这个文字，与您之前给殿下请柬中的文字也是一模一样。钟大人啊，这怎么解释啊？下官夫人不识字，下官找人代为记账，这又有什么问题？殿下，我已查明。这账本上一共有12位小妾的名字，而这12位小妾的字迹，与文书上这12位官员的字迹一模一样。钟大人难道忘了我昨日说过的话？
这可是我过目不忘的弟弟。怪就只能怪你自己自作多情，非得搞楚望江楼、鸿门宴那一出了。任大人，任安乐，要不是你，钟立文，这12人恰是参与去年修河低款下放的官员，你还敢说这不是你的内账？给我押下去！是，走。好家伙，居然出去了24匹人马，这些都是去慕天府临近县衙抓人的。除了钟立文，还有12个官员涉案。等再回来，这马上可就驸马人了。这慕天府地方不大，贪官倒不少。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哪像我呀，有殿下言传身教，只会出落成个翩翩小公子。运琴姑娘，特地给你带的。还翩翩公子，就你？温公子年纪尚小，待将来一番历练，定能有所建树。是啊，其实我就是年纪有点小，但我的心智啊……但是，现在确实乳臭未干，有点幼稚。哎，你等等我呀！洪水消退，贪官倒台，我倒想看看这些慕天府的百姓们到底许的是什么愿望。这应该是在祭奠亡魂。今年水患，死伤者难计。其长堤永固，永绝此患；江水常清澈，人间久清明。这倒是让我想起万人写书，一切都还历历在目。如今想来，还是如此触目惊心。这每一盏灯，都曾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好在他们还有人纪念，有人惦记着，总有得云开月明之日。可是，太子殿下，我入大理寺区数月，就知道有很多冤假错案。只是一个慕天府，就已经有这么多浑浊，也不知这大境的百姓，何时才能够等到江水常清澈的那一日？江水常清澈，乃积岁之功，并非一朝一夕可得。但是太子殿下，有些人踽踽独行数年，可是一直都不得沉冤昭雪，他们无人记得，无人挂念，那些人要等到何时呢？我无法回答你，但是安乐，大境有你这样的扬清扫浊之人，我相信终有一日，可得人间久清明。更何况，你不是一人，无论何时，你我皆是同行人。谁稀罕同行？同床还差不多。
小心！太子殿下，你害羞了。是安乐。你打我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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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的。殿下想什么这么开心啊？安乐。嗯。你很好。殿下为何突然这么说？今天最大的功臣难道不是温硕吗？是你一早便把温硕算进这个局里。你知道他聪颖强记，必成梁柱，所以初下江南便设计我带上他，又以怨禽试探确凿，这才让他此后处处有功。那还是殿下把温硕培养得好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能够把人名字还有自己都记得那么清楚的。其实殿下何尝不是在下一盘棋呢？从查河宫开始，你就一步步想让钟离文陷入到你的陷阱里面。那也是因为有你这个聪明的合作者，才不至于让我唱一出独角戏。哎呀，毕竟我也是殿下花了番心思才筛出来准许留在身边的呀。不，然了，你其实是唯一的意外。最完美的储君，难道不是将一切意外都变成志在必得吗？殿下被我说中了心思，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啊？这。瞧。让温硕，一会儿你随我一同上堂去。好说，殿下。殿下是不是觉得身边少了个人呢？马上就要审案了，不要嬉皮笑脸的。最近大臣们纷纷上书，钟离文那边又迟迟没有来信，难道是江南那边出了什么纰漏？若太子查到他的话，会不会牵连到我们？难说。看来只有再动用那颗棋子了。夫人，请。那你就不怕他在手下留情？他是什么脾气秉性，我比你清楚。上次他还了太子一报，这次要是再完不成任务，他绝不会有脸活着回来见我。院卿，外面为何如此之吵？小姐不去看看？听随行的侍从传话回来说，殿下将一众官员驳斥得哑口无言。这就已经开始查案了？是啊，今早，殿下听说小姐不肯前去和他一起审案，还独自在门前站了好久才走呢。他去做他的盛世储君，我去凑什么热闹？若非小姐，殿下的慕天府之行绝不会如此圆满。对了，荷花银坠子查得如何？我和院叔这几日也多方盘问，最终得出是一名中姓男子所盗。然而这中姓男子孤苦伶仃，
目前人还暂时没有线索。看来他和我之间，总要有一个不圆满。